嗨，大家好，希望大家周末还过得不错。白雪今天邀请到了终极幻影猫来和我们分享露西达的攻略，请热烈欢迎她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进入影片主题。第一，花朵爆发，技能现用于一阶，经过短暂延迟后，对周围造成固定伤害。这招式能躲开，尽量闪。第二，召唤蝴蝶，在第一阶中，露西达会一次召唤3只蝴蝶，并锁定一位玩家，往玩家位置持续发射子弹。这招能躲则躲，尽量闪。第三，召唤噩梦石巨人，在第一阶会对附近的玩家进行攻击，而且玩家无法穿越石巨人。如果没办法的时候，玩家还是能往石巨人上方跳过，但玩家会受到一般伤害，并且受到一定时间内限制使用药水、超级药水的减1效。石巨人降落时，玩家要注意不能在正下方，不然有可能被加扁。伤害不够的玩家都建议把石巨人清掉比较保险。第四，召唤噩梦毒咕咕，技能现用于一阶，跟石巨人一样，会对周围造成持续的伤害，玩家也同样无法穿越。石巨人加毒菇太多的时候，容易把玩家卡死，建议玩家清掉为妙。第五，蝴蝶伴月，召唤多个以放射状飞行的风，碰撞时对玩家造成伤害。露西达出招前有明显的动画效果，只要不要靠太近而造成重叠，就能安全过关。第六，召唤绿龙，第一阶的绿龙，露西达会在地图左边、右边其中一侧召唤绿龙，短暂延迟后会喷出气息，并对前方玩家造成持续固定伤害。绿龙被召唤时，萤幕正中央会出现警告，玩家的快速闪躲。闪躲方法有3种：一、马上跑到绿龙后方；二、如果石巨人和毒菇太多，玩家可选择跳上制空躲过；三、不太建议，但玩家可以开无敌技能，待会我们会多加解释。第七，炸弹，倒数10秒后引爆，对玩家造成 HP 100%比例伤害。炸弹无法使用净化，万能疗伤要解除，因此有2种方法解决：一、炸弹伤害依照位于玩家周围的队员数量减轻，血量够的团队可以站在一起；二、玩家开无敌技能，刚才介绍的绿龙比较好躲，而炸弹无法闪躲，因此比较推用无敌技能解决炸弹。第八，强制瞬间移动，露西达会随机把玩家带到任意位置。最无解而碰运气的招式，有可能在躲绿龙或炸弹时被 Uno Reverse， 够刺激吧？第2阶开始，露西达会开始移动，而且有很多时候会无敌状态，因此时间非常紧迫。第9，召唤噩梦石巨人，跟第1阶的石巨人差不多，不同的地方是会将召唤点下的踏板破坏，但玩家越过石巨人时会不再受到伤害及减1效果。石巨人在这阶段比较弱，可以清掉时再清，不必特意去处理。第10，召唤绿龙，也是跟第1阶差不多，不同处位，绿龙会上下移动，玩家只要在最高或最低的踏板待着就能闪躲。第11，突进，露西达在明显的动画效果后，在地图中任意移动并对碰撞到的玩家造成伤害。突进状态中，玩家无法攻击露西达。露西达从地图中央规律移动，玩家可以跳上或站在右边小天使号角雕像躲避。露西达从哪个地方消失，就会在途径后哪里重现。第12，幻梦光束，露西达对玩家发射许多雷射，玩家无法对攻击中的露西达造成伤害。玩家可以靠小幅度移动闪躲。等，最后我们来到了蝴蝶与小天使号角雕像环节。露西达会定时在地图上召唤蝴蝶，而蝴蝶到达一定数量时，露西达将出招。第1阶，荧幕中央会出现警告，蝴蝶们会短暂消失，又重现为小蝴蝶。小蝴蝶会追踪附近的玩家，碰撞造成秒亡。主教得不受到伤害的站在小天使号角雕像上。露西达每减 10% HP， 可增加启动小天使号角雕像次数，最多4次。第1阶中，就算开无敌技能也是会造成玩家死亡，因此把主教永久摆在小天使号角雕像，能以最快速度清除蝴蝶，避免露西达出招。第2节，露西达会把玩家带入另一个空间，吸收蝴蝶，并召唤蝴蝶。召唤蝴蝶会持续发射12轮子弹，造成 HP 100%比例伤害。一个非常吃时间的招式，但玩家只要飞至右上角就能平安过关。好了，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招。
第3阶，露西达会使用全范围攻击所有玩家。在这阶段，打就对了，不用解释，就是打。最后，我们附上露西达的招式顺序。祝各位玩家早日征服露西达。